很多朋友应该都知道 ，vivo 手机在拍摄人像的部分非常的拿手，而他们推出的 V 系列手机就是专注在这方面的机种。人像画质自然不造作的效果，加上各种的人像模式，好拍到让人怀疑是不是自己的技术进步很多哦。近期vivo 再次推出全新的 vivo V40跟 V40 Pro， 前后镜头都搭载了蔡司光学镜头，并支援多款蔡司经典风格。到底是不是依然好拍吗？除了拍照以外，还有没有哪些厉害的地方？等等，一次告诉你。嗨，大家好，我是 Kissplay。近期 vivo 推出的 V40还有 V40 Pro 系列，可说是来势汹汹。从一开始聊到前后镜头都搭载蔡司光学镜头，并支援多款蔡司经典风格外，这次在防水、防尘与电量续航都有非常大的进展，而且还加入了 AI 功能。接下来我们就从最强大的拍照功能聊起，看看这两款售价亲民的手机有什么魅力。vivo 跟蔡司的深度合作已经持续多年了，一直以来蔡司的光学系统都主要应用在 vivo 的 X 系列旗舰手机上。不过在今年初vivo 首次将蔡司光学系统纳入 V 系列的 V30 Pro， 这是更进一步的扩展到 V40还有 V40 Pro 全系列。vivo V40 Pro 搭载3镜头配置，其中包含一颗 1.56寸的 IMX921 5000万像素感光元件的 OIS 超感光主镜头，还有5000万像素的超广角镜头，以及一颗采用5000万像素的 IMX816 感光元件的 OIS 全焦段专业蔡司2倍人像专业镜头哦。特别值得一提的是在同级手机中很少把 OIS 光学防手震放入人像焦段，而 vivo V40 Pro 加入 OIS 之后将可以大幅提升拍照成像的稳定度无论是人像或是景色都可以轻松拍V40 Pro 内建 0.6 倍、1倍、2倍的光学焦段，还有一个4倍的无损变焦，它最高可以到达50倍的数位望远焦段。在日间光线充足的情况底下，我觉得10倍以内的焦段表现都还不错哦。那在夜拍部分我建议是用4倍无损焦段以内来去做拍摄，比较容易有更好的画质那超过4倍的数位变焦就要视场景而定那夜间拍摄的时候V40 Pro 的高光抑制跟暗部细节提升表现都非常的优异无论是风景或是建筑拍摄都能准确的还原现场的色彩，画质达到我觉得有 X100 的水准V40 则采用双镜头配置，包含一颗 1.56寸的三星 GNZ 5000万像素感光元件的 OIS 多焦段蔡司主镜头，搭配一颗5000万像素的超广角镜头。虽然少了一颗2倍的焦段但整体的色彩表现跟 V40 Pro 很相似，依然保持丰富而且不会过于艳丽的色调，也能在各种拍摄场景中有着出色的表现。这一次 V40 系列在人像拍摄部分表现依然非常的出色。vivo 跟蔡司合作很多年，这是把蔡司经典风格完全融入 V40 系列，提供多达7种的蔡司经典人像风格。这些风格所呈现的背景虚化还有光斑效果让拍摄变得更有味道。使用方式很简单，在人像拍摄模式中选择有着蔡司小蓝标的图示，就可以选择镜头风格，每个风格还能调整模拟光圈大小，来创造不同虚化的程度的照片那蔡司经典人像风格跟一般人像风格有什么差异呢？好，在一般的拍摄模式下 ，V40 Pro 已经能够拍出我觉得蛮好的人像了。背景虚化也做得不错，但所谓没有比较没有伤害。使用蔡司经典人像风格后不止在肤质上有着更自然的修饰以外，人像模式也加上了背景虚化的风格更凸显人像。前面提到这些蔡司经典人像风格虽然用什么焦段拍都很好看，但在真实的镜头上都有其适配的焦段那这对于没有用过蔡司镜头的朋友可能会比较难以掌握啦但在 V40 Pro 中直接给你5大黄金人像焦段，包含20mm 的风景人像、35mm 的街头人像、50mm 的自然人像、85mm 的肖像，还有100mm 的特写，都搭配了不同镜头风格。
要怎么使用呢？同样在人像模式中，点选有着镜头图示的镜头包功能即可。如果真的不晓得该怎么搭配焦段跟镜头风格，就直接用镜头包最快哦。V40也是搭载蔡司认证镜头，人像拍摄部分也有着经典风格。虽然 V40没有2倍的人像望远镜头，但同样有着24mm 的风景人像、35mm 的街头人像、50mm 的自然人像，还有50mm 经典人像的镜头包，拍摄效果一样非常的出色。V40 Pro 还有 V40都配备了5000万像素的前置自动对焦广角镜头，自拍的效果非常的出色啊！它可以调整0.8倍到2倍的自拍范围，并且有着人眼对焦功能，可以在设定中调整捕捉左眼、右眼或是自动，而且还能设定对准焦的特效，更清楚知道现在拍照的时候是准焦的状态啊！对于爱美的朋友，一定想要随时拍出精神饱满的自拍照。这个除了随时调整美颜功能以外，还能调整美妆的功能哦。可以在选择不同风格的妆容之后再进一步调整口红眉毛腮红眼妆等等，非常的方便哦。V40系列不止在后置镜头有着蔡司认证，自拍镜头也有，当然也能使用各种的蔡司镜头风格。在自拍模式中，点选蔡司的小蓝标图示，就可以选择镜头风格。有着蔡司镜头风格之后，自拍也变得更有风格啊。V40系列除了在人像摄影，还有一般风景拍摄上表现都非常出色以外，AI 功能也是一大亮点。这是 V40系列加入了 AI 柔光人像功能，这功能我非常喜欢哦。透过 AI 演算法，柔光灯可以根据拍摄物体的远近自动调整亮度跟色温，提供最佳的光线效果。这对于拍摄人像时非常有帮助，尤其是在逆光的环境下，可以有效平衡人像跟背景的光差让照片中的人像更加突出。这柔光灯不只可以近距离使用，直接测试远距用100mm 的镜头拍摄的时候也可以当成补光使用无论是光线的强度跟柔和度，都让拍摄变得非常方便好用。另外还有一个是 AI 消除功能这个也很实用。我们经常会遇到拍摄的时候背景出现不必要的杂物或是行人，这时候只要用 AI 消除功能，轻轻一点就可以轻松完成。这功能使用起来非常简单，只需要把照片打开之后进入编辑模式，选择 AI 消除，点选智慧圈选功能之后，然后圈选要消除的人或是物就可以了。那效果我觉得非常的厉害哦。另外还有 AI 照片增强功能哦。这对于修复老照片或是提升低解析度的照片的效果非常的好。你只要把老照片传到手机中，打开，进入照片编辑的修复功能，点选 AI 照片增强，手机就会自动进行修复过程。经过 AI 增强之后，原本解析度跟解像力都不是很好的老照片，经过修复之后，原本433×280解析度的照片，就放大到1296×828解析度以外，在清晰度上跟锐利度上也会提升非常的多哦。当然，你放入更高解析度的照片，它提升的效果会更好。在效能表现部分 ，V40 Pro 采用台积电4奈米制成的联发科技9200 Plus 处理器，搭配12GB 的 RAM， 还有512GB 的 ROM。性能表现达到中高阶的级别那让你在处理多工任务或是进行游戏时都能流畅自如。那安兔兔的保分达到155万分，这样的表现可以应付各种需求了啦。V40部分则采用高通 Snapdragon 7 Gen 3处理器，同样搭配12GB 的 RAM， 还有512GB 的储存空间。以安兔兔的测试保分也达到了80万分，对于大多数的日常使用已经非常足够了。电力续航一直是手机使用者关心的重点。而 vivo V40系列在这方面表现，真的是非常的惊人哦。2款手机都搭配5500毫安时的超大容量电池，这在 7.58mm 这么超薄的机身中这到底怎么装进这么大的电池？我都看起来都觉得很惊艳哦。续航部分我直接实测日常使用大概2天才把电力消耗到低于20%，续航力非常好。
那充电速度部分 ，V40 系列也支援最高80瓦的极速闪充。经过实测在30分钟内，手机的电量可以从20%充到92%。这样的充电效率让你无论在哪里都可以快速恢复手机的电量哦。防护性部分 ，V40 有着 IP68 还有 IP69双重防尘防水认证。IP69 大家可能很陌生，这边简单说明一下，它是特别针对高压高温水柱喷射的防护设备在这个等级上可以承受高压高温的水流冲击而不会受到损坏，这也是目前最高的防尘防水等级哦。另外，在失手触控的部分也做得不错，在手指沾满水滴的情况底下操作手机，没想到居然也可以顺畅操作，这个真的还蛮不简单的哦。整体来说 ，vivo V40 Pro 还有 vivo V40。这次在双机种中都有加入蔡司光学系统，而且前后镜头都有着蔡司最好拍的蔡司人像风格，拍摄人像自然不在话下。那自然不造作的肤质修饰，加上蔡司的经典风格的背景下，这足以担当人像摄影手机界的扛把子在风景拍摄上不会过度浓郁的色调，但是又能凸显漂亮的色彩。那夜拍部分有着干净的画面感，无论是男生女生我觉得应该都会喜欢这款手机的拍照功能那硬体部分，竟然在同级手机中一点都不逊色更强大的是在这么纤薄的机身中，居然放了5500毫安时的超大容量电池，续航力还长到可怕那3、5好友出去玩的时候拍再多照片也不用担心没电，加上 IP68还有 IP69的高防护力，我觉得在中阶机价位带vivo V40 Pro 还有 V40应该是非常好的选择。那以上就是 vivo V40 Pro 还有 V40系列的一个讨论感谢大家收看这一集节目，希望大家会喜欢这次内容。如果有任何建议或问题，也欢迎留言让我知道。我是 Kissplay， 我们下次见拜拜。